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要特别来关心在南海这边是否擦枪走火进入倒数时刻，尤其要关注到是大陆的轰6K， 这个时候挂弹飞越了美菲的演习区。在张幼霞落马之后，大家在关心现在整体在中南海这边的这些命令到底是谁下令的呢？还是前线的将领自作主张？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来看到大陆的轰6K 这回挂弹是硬闯到美菲的演习区，是不是中国大陆现在对南海摊牌做最后的警告？现在有解读说，距离这个第一枪只差谁先忍不住了吗？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一边中国大陆在这个黄岩岛这边用轰炸机画出了红线，态度强硬，但是另外一边这个态度上比较缓和的是在跟东协国家谈南海行为准则。大陆现在是在降温南海，还是用谈判来掩护接下来它的军事上面的动作呢？最后我们也会来关心，在张幼霞正式落马之后，解放军这一次可以说是首度高调对外亮剑，这是习近平亲自下令来稳军心，还是前线将领要表达忠诚，所以让南海这边现在看起来会不会更容易擦枪走火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请来宾一起来做解答。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是在2026年才刚开春，南海现在又在陷入了紧张气氛当中。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今天要来关心到，在这几天突然组织了战备警巡，派出的就是轰6K 跟他的战机编队，而且是挂弹的，飞越了美国跟菲律宾它的军事的演习区的上空。大家来看到说，那美菲在这个时候做军演出现了哪一些比较大的阵容呢？我们先来看，美方是出动它的伯克级飞弹驱逐舰，菲律宾则是派出它的飞弹护卫舰等等这些武器来做上阵。我们来看到专家怎么来评估这一场演习跟中国大陆的动作。专家是这样说的，他说菲律宾现在在这边呢划设军事演习区，是将中国大陆的黄岩岛直接纳入在管控的范围内，而南部战区这一回派出他的轰6K空域，则是宣告说，中方对于这个黄岩岛的领海跟领空呢，是拥有实际的管辖权的。因此，你菲律宾今天在这边飞来飞去都是非法而且无效的。那么，解放军近期在这边的动作也非常的多，包括在1月底的时候才刚出动了海空的兵力，特别是在这个地方驱离了一架闯入黄岩岛的菲律宾公务机，这一次等于他又是在今年度的2度再次出击哦。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是不是双方离第一步先开枪只剩下一步之遥？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军力上面的对比，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轰6K 跟他的战机编队，今天如果是真的对上了美菲军演的舰队，谁可能会比较占上风？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所有看这些演习你第一个要看的就是它是不是一个例行的演习，还是一个突然的演习。好比说我们这次正义利剑2025，那是一个突然的演习，那不是例行的演习。你就知道，例行的演习通常它事情没有这么的严重。第二个呢，就是即使是例行的，它的规模大不大？那我查了一下这次演习的资料，美国参与的就是一艘滴滴的驱逐舰，就是神盾驱逐舰，就是一艘船区而已。那菲律宾那里其实也没有很大，所以他们在那里操演呢，坦白说是一个例行的，不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那比较奇怪的是，中国派了一个轰6K去，这个是有一点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要是早期的话，我们面对这种，所以说我很抗议，反制你在这个区域做你们的军事演习通常我们会派一些军舰过去，那派飞机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为什么？好比说我当军舰舰长，我今天在这里海上我跟人家对峙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旁边站了一大堆人，除了我之外，我做决定，多少人在我旁边啊？那副老长、那个副舰长，什么什么都会劝你。好比说，干哥是这个舰长，台冲动我们转了，忍耐不可以。所以很多人会劝你，那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决定。但是所有的飞机，我告诉你，就是那一个飞行员。那个飞行员可能是很年轻气盛的，所以在军事的考量，我们尽量不要派战斗机的年轻的飞行员，因为他可能听一句话就火大干嘛了？
就像上次黄伟还是谁这样撞了一下子，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通常我们处理军事的灰色冲突，我们不会派飞机去，我们是派军舰去。那这次你看得到，他派了一个这个还是轰6的战斗机，这让我觉得有点例外。那他们感觉到说，你这次的表达的这个姿态是非常之强。对。那至于你说谁会胜哦？如果说他们在那里打起来，谁会胜哦？你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哦，战争不是说只靠那一个单兵在那打架，就是一旦打起来，你以为就是美国那艘驱逐舰吗？你以为就是菲律宾那艘驱逐舰吗？那中国就那架飞机吗？它不是，它是一个体系的，它会整个都在动员起来。那这是第一个啊。那如果你考虑到这个，你就会知道，中国的有东海、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它的南海舰队超过我们南海海域的滨海国家8个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的总和，所以你知道它的实力在中国大陆这里。那第二个，一旦打起来，你一定要想的就是，然后呢，没有一场战争是打完就结束的。你在那里打，你把它击落了，然后大家鼓掌，就通通回家，然后菲律宾去庆祝他们胜利吗？不会，那才刚开始而已。所以战争没有结束的，除非你到结束，你才能评论谁输谁负。所以在那个也不是好的。那至于说中方的这个目的啊，他就是在表达，你们在这里演习，我非常不高兴，就这样子而已。那他也在表达这是我的区域，所以宣称你这个是你的主权，你要不停的有宣称的动作，派兵去，就好比说那个钓鱼台，你看钓鱼台，中国一年派356天的兵力在钓鱼台附近巡逻，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的，好不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动作，你光嘴巴上讲，在国际上就比较站不住脚。那最后一个就是说，这2个兵力，就是我们以现在这个兵力来讲哦，这2个兵力如果打起来，就是一艘轰6K，还有一个这个水面舰，如果他们真打起来，谁占优势？我们不要说别的人进来，飞机占优势。对。为什么？因为轰6K的那个攻船的飞弹哦，大概200、300公里以上，可是水面舰打飞机的那个飞弹只有20-30公里。你看我全都打这么远，你全都打这么短，当然是我胜。这个优势是站在飞机这一边。好，所以在军事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这次罕见的直接出了它的轰6K，还是载弹的，展现它的姿态，强势的姿态，也宣示主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针对这个南海的行为宣言，这个在谈判上面则是态度比较和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我们等一下请上志哥带我们看。那其实因为呢，我们也看到2026年刚好今年是菲律宾来担任东协的轮值主席国，这一次也确定了有关于中国跟东协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这一次的高官会议选在菲律宾的宿务举行，双方力拼2026年就要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为什么南海气氛在军事上这么的剑拔弩张，可是在谈判上看起来却是相当的和缓？像这个怎么看？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南海行为准则，在2018年由中国大陆主要作为主推动者，开始跟各个南海相关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大陆跟印尼，分别跟马来西亚也都个别谈了双边的这方面的大家共同的默契跟问题，推动，一直到2025年已经3读，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条文，3读已经基本上定了。所以现在目标在今年2026年的隔年，今年希望能够完成。它就是按照一个长久的这个规范在推进，已经将近8年多了哈。那么再往下推，如果耽搁要10年了。为什么南海需要行为准则？除了我们刚待会会提到这个，前面舰长提到军事方面，都知道南海有巨大的利益，有油，甚至未来是不是有稀土，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些矿源哈，包括南海本身也是巨大的渔场。所以呢，其实南海行为准则本质并不是政治的对话，它的真正的本质最后是经济的利益。利益呢，当然都知道要被分配，然而现在不是分配的阶段，因为还没有开发。但就是因为没开发，大家就会你想要8分，我想要9分，有太多这种利益的重叠的地方。这就是在10几年前、20年前当中，南海始终未曾安宁，更不要说领土疆界这个地方要能够有所清晰。所以现在并不是分配，而是帮大家把这个边界划分好。那么在未来如果能够正式通过之后呢，这里头南海行为准则它诉求，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希望它的飞越跟航行都能够自由。作为共同的自由。除此之外呢，
不是说就彻底解决南海问题。有时候我们像看到国际上，你有个什么准则，觉得哎呀，南海没问题，那可怜啦。他主要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未来有任何的冲突，不要诉求武力，大家能够有对话的机制。有时候有一个健康的机制，那这个机制也不是立话给挖话给不可以，而是大家有一个边界准则，所以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此同时，明明就快要定调了，但是为什么菲律宾就有？所以我想，其实每次只要菲律宾主动发动了军事行动，首先你要退回去是小马可仕，而往往是小马可仕为了他自己国内当中的政经需求，现在跟杜特地家族真的是打得死去活来。所以每次有这些，一方面可以转移他现在自己腐败的这个焦点。二方面，这个情形之下还是有一些撩动。我个人觉得，在这一次不见得是美国啦，因为接下来要川习会4月就要靠近了，不至于在南海方面会有比较大规模的动作。但不要忘了，就像高市早苗一样嘛，南边还有菲律宾，这两边的领导人跟首相始终还是要刷自己的存在感。所以在这一波的军事动荡跟南海行为准则这大框架，应该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大陆这一次祭出了这个大动作。刚刚说嘛，这个轰6K 派出来，而且还载弹，但是时间点因为又刚好是非常的敏感，刚好是我们最近谈了很多张又侠落马之后，这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地缘政治上面的动荡。那等于说，在动荡之后，这一次中国大陆解放军做了一个比较高调的表态。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这位科长。他特别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中共中央军委在没有了张又侠之后，未来误判的风险可能会持续的上升，所以我们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会不会在接下来张又侠落马之后，南海擦枪走火的几率会上升？那为什么这次派出轰6K 是由中南海的高层来做决定的吗？还是有可能是前线的将领他们去揣摩上意，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干哥怎么看？我觉得唐安竹你不要杞人忧天呐、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跟那个张又侠落马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因为老实讲一句，这次派轰6K，我觉得意义也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以前通常都是有海警啊，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派出什么，我们就派出054，顶多派到052D 中华神盾去负责巡弋，像楚碧礁、黄岩岛好等等，像这永暑礁这样的海域。那这一次直接派轰6K去，来我们来看轰6K它到底有什么本事。它的作战半径大约在2500公里左右。我可以坦白跟各位讲，没有其他飞机做得到，只有它做得到。它有时候需要歼16的伴飞，可是我坦白说，歼16它没有办法飞得多久，它就回去了。所以一切要靠自己。好，这就是轰6，这就是轰6K，它底下带了什么？它底下带了6枚常见实行巡弋飞弹。这是干嘛？我告诉你，我今天带了10弹来。10弹的意思，这是常见实行巡弋飞弹，有效的距离大约是1200公里。那如果今天看到，如果菲律宾的海警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用巡弋飞弹打你，巡弋飞弹要打马尼拉的，我会改成鹰击83飞弹，或是鹰击12飞弹。那些飞弹就是专门攻船的。然而，你菲律宾海军的船恐怕没有大到足以让我使用鹰击飞弹。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最新的，刚刚下水服役，从南韩现代重工2艘飞弹巡逻舰服役了，不简单，排水量3000吨，那会成为轰6唯一的目标。所以现在会派轰6去，对于对于黄岩岛这个地方来宣示主权，我觉得意义是很重大。因为像舰长讲，用飞机是最快的，为什么？用飞机很快就会达到你的政治跟你的宣传目的。飞机飞到你的头上，你就知道说，哎呦，那个会丢炸弹的，我很害怕。这就是要让你害怕。那后来我们也会想到说，哦，后面这家是什么？这家就是轰20，没有真正轰20的模型，我只能全且用 B2 的这个模型来替代。那将来会变成它，所以你会认为说，那菲律宾他今天要怎么样打这场仗，我也看不太懂。为什么？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其实在这个20大以后，习主席的地位是更加的稳定。那在这个底下的话，他必须要宣示他的主权，所以在跟菲律宾就争这个黄岩岛的控制权上面的话，中国是绝对不会让一步。还有大家知道，黄岩岛上面是不能驻军的，因为它只在涨潮时，它还能够看得到沙洲而已。为了一块沙洲，解放军都不能够退缩，你就晓得
中国的意志有多么坚强，习主席的那个意志有多么坚强了。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